假巴伟，我是去了这一支影片是之前答应过大家的科里浴室系5大重点读书会，主要这会从这5点来聊，因为这是一场肉体跟心灵之爱 combine 在一起的关键戏。然后深深先动作戏再感情戏，华华是先表情戏、动作戏，然后再感情戏。Birdy 说的5个层次的对不起是什么呢？最后是为什么要做这一支影片？因为科里浴室是之于华语电影史，我觉得是有它的意义的啦。我会说是科里继蓝色大门、盛夏光年，还有17岁的天空之后，21世纪最温柔触碰同志议题的电影，而且一样有造星做功德的概念，根本就是在暗示演员们说，你想要证明自己又好看又会演戏，那你就演同志电影就对啦。好，第一点，肉体跟心灵之爱 combine 在一起的关键戏，为什么会说这是浴室戏会是这样呢？一切要从电影的第7分半，阿汉在蒙阿波被女生摸，结果没反应。第57分钟，阿汉他跟林志儒饰演的空原老人上演镊子差一点情节的戏，这2段戏要开始说起。张家汉这个人呢，其实他是摆明非常有感情洁癖的，那他嘴巴说不要，身体也很老实哦，身心灵的纯粹无瑕的程度呢，基本上是可以比鬼灭的炭治郎，就那种日漫男主角爱用的赤子之心纯爱系的人设，就连到代理人接力演出的大叔版的阿汉，基本上他也未婚，然后也一样继续等待追寻他的 Birdy， 都有维持住这份纯粹的神圣的爱情的感觉。好的，然后电影快转到第58分钟，神父在帮阿汉擦药。阿汉只问神父说：“爱男生跟爱女生有什么不一样呢？”神父回答说：“但是如果他不爱你，你就不要勉强人家。”然后张家汉就继续陷入回忆，因为他回忆到说，他就觉得他爱我啊。好 ，Birdy 车祸了，然后阿汉搭计程车很紧张的跑去，然后 Birdy 一开口就跟阿汉说第一句就是对不起，把你的车用坏了。然后 Birdy 他没有叫救护车。只有扣阿汉，然后连前面槟榔摊叫救护车都被 Birdy 嫌鸡婆，所以那阿汉果然就是自然组的逻辑非常好嘛，然后就吐槽 Birdy 说：“你连救护车都没叫，你扣干嘛？”然后 Birdy 就没回阿汉，2个就很生气气的坐在那边都不讲话。其实这一段戏就已经证明这一对 CP 是那种，我在死掉之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的那种关系。那镜头一转，阿汉他就在宿舍洗完澡要出去门口之前，他看见摔车的 Birdy 白卡要进来洗澡，然后 Birdy 一开口又是第2声就是对不起，说车子我拖去修了，然后我会负责，不要担心。然后阿汉就看着 Birdy 一拐一拐的走进浴室，然后还乒乓了一声，不是没站稳就是拐杖掉了。那阿汉看了当然就放下浴巾还有他的给洗，就挤进去浴室间里面要帮 Birdy 脱衣服。这时候 Birdy 先推他一把说：“走开啊，我会自己来。”然后阿汉就很生气，关门锁门嘛，继续帮他拖。然后被 Birdy 嫌烦啊，嫌痛。可是，在肉体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Birdy 已经是非常臣服了，就是配合阿汉的机制被启动咯。毕竟他很在乎，甚至算是人生中最信任的人要帮他洗澡，搞不好连病人西施跟那个救护车上面可爱的护士小姐都不一定能脱下 Birdy 的衣服哦。好的，那阿汉就继续帮 Birdy 洗，冲水洗澡。那一开始 Birdy 趴在墙上，阿汉帮他洗头、洗手，然后洗背。这时候 Birdy 的表情，看到这边，对，就是算是小男孩被洗澡那样子，就是好像有点不情愿，可是还是乖乖的驯服被洗的份。然后连阿汉蹲下去叫他腿张开一点，他还是先叹一口气，然后就往下面后面看，表情有点害羞无措，但基本上还是很镇静，头发上有滴了好几十滴的水下来。这就真的不是华华连头发都会演戏啊，是确实是预告某种性冲动的暗示。那 Birdy 大概是这个时候在身心灵上面都开始失手。那这边我们要先插播探讨另外一个，阿汉到底是哪里先动作戏在感情戏？他的线索是先是他强行关门脱衣服，然后帮洗澡，然后呢阿汉叫 Birdy 转过来要洗正面的时候，因为 Birdy 没理他嘛，所以阿汉就生气气就抓住小 Birdy 了。然后这时候浴室戏的上半段可以说是属于Birdy 他情欲戏的释放的部分。影片从第62分的12秒到第64分的43秒，一共维持了2分半的一镜到底的画面。
森森呢，他就是负责画面外面的动作戏，就是下面的手，大家没看到他的手，但是他的律动性就很强，所以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动作的部分。至于华华，他负责就是表情戏，这个两个人可以说是配合非常天衣无缝，不论是森森关门脱衣服、帮洗澡、帮打枪的节奏的进行。请注意哦，从阿汉他摸到小 Birdy 开始，到他帮 Birdy 服务完的那个 moment 为止，对森森来说其实是真的很纯粹的动作戏。因为那时候阿汉呢，他是全然很赌气的表情，是很生气，说肾上腺素维持在非常气头的顶点，基本上就是故意在测试 Birdy 他的感情跟肉体上面的极限啦。森森他把头埋进华华的脖子里面的时候呢，他演戏的地方是这里，就是脊椎骨。就是肩膀肌肉、骨头紧绷的线条跟律动感在演戏，是不是标准的100%动作戏？然后他就帮 Birdy 完事了。再我们来看 Birdy， 他先表情戏，在动作戏，在感情戏的部分。刚刚讲这2分半钟的一镜到底的感情张力的部分呢，靠的其实就是华华的表情演技啦。我们知道纯然的动作戏或许很精彩刺激啦，但是如果要完成一段经典的爱情动作戏，那就很高明、更复杂的感情张力，那在这之间流动、涌动、串流的，就不会只有纯然的荷尔蒙才会厉害。基本上这就是 A 片跟艺术片之间的最遥远的距离啊。那柯尼当然就是艺术片了 ，by the way。那这个感情层次的堆叠进展，靠的就是华华这一连串的先表情表演，然后再主动，后来完事之后吻上阿汉的那段吻戏，然后就是全片中 Birdy 最没有包装的感情告白戏的过程咯。刚刚讲到 Birdy 他的头发在滴水，还刻意认真的截了这一滴水掉下来。阿汉他叫他转过来洗正面，那 Birdy 不依嘛，应该是当下 Birdy 其实是有反应了，那大家不想被阿汉看见，那想当然阿汉当然看见啦。那所以当下阿汉一定很激动，想说你对我有反应，你跟我一样，他就故意火上加油，把自己的胸贴上 Birdy 的背，这样靠得很近，然后帮他洗小 Birdy， 然后 Birdy 想说啊，这怎么会是平常温驯乖巧的阿汉 ？How dare you！ 然后就转过来要。就瞪了阿汉一眼，然后想不到乖乖牌阿汉以前都还蛮乖的，这次真的豁出去，就是不知道用身体的哪个部分，那总之就是顶 Birdy， 然后继续对付小 Birdy， 然后最后 Birdy 跟小 Birdy 就全部都失手的这一段浴室戏呢，靠就真的是华华的表情和深深的劳力活撑起来的啦。完事之后呢，其实阿汉他当下是不敢看 Birdy 的，毕竟情绪过后他知道自己不对，非常不对的表情，可以搭配的 OS 就是我从此之后没有好好宝宝不要这样怎么办？然后直到Birdy 亲他，然后让他认住他 OS 继续什么，所以你爱我？那你为什么你要对我欲擒故纵那你为什么之前都不理我？为什么不回应我的感情？为什么？然后这时候和他的脑内的1000个为什么的那个1万个委屈的东西，应该就是很需要发泄啦，就是所以他是有点不知道怎么样的状态。那这个另外一边。华华他的吻戏呢，其实也算是非常扎实、很用力，也算是整部电影里面 Birdy 最诚实的一刻，就是亲他。然后，但是他亲完之后 ，Birdy 就开始一连说了3声的对不起。然后阿汉就继续帮 Birdy 冲水啊，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哭。那么，对不起的5个层次是怎么算的呢？其实这部电影呢，各自解读。对不起，有几个层次，大家算起来可能几个层次都不一样。那我的解读是，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Birdy 在浴室外面说的那2个对不起，都把它算进来咯。车祸现场、浴室外面遇到，然后再加上浴室里面三个对不起。第一个车祸的对不起是对不起，我拒绝你的感情，但是出事了，我还是很想扣你，很想依赖你的那种对不起，然后懦弱的对不起。然后第2个就是进浴室之前的对不起，说我把你的爱车弄坏了，也破坏你对我的信任，只是搞砸了我们2个之间的一个平衡信任的关系的对不起。那第3个就是浴室里面他亲完阿汉之后说的第1声对不起是对不起，我明明已经决定要拒绝了你的感情跟肉体了，可是我最后还是忍不住了，所以我就亲了你一下，让你觉得捉摸不到我的真心意，真的是很对不起。那这句话的对不起的镜头是 take 阿汉，然后呢，接下来就是 take Birdy 的那个第2个对不起，就是华华他用全片 Birdy 最无辜的脸的侧脸。然后他说的是对不起其实应该比较像是在诠释我爱你啦和晚安
有的比的告白台词。那接下来就是2个人同框，然后阿汉照的是背影，然后 Birdy 在哭出来，然后站拢肩膀继续说第3声对不起。那这就是两情相悦的心心相印现场，就是 Birdy 他知道说，自己其实根本扛不住这份感情，接下来即将要对不起，要辜负阿汉感情的预告式的对不起。那这也是总是装坚强的 Birdy 在第一次在感情上坦白自己有多么脆弱无助的一声对不起。2个人一起抱着啜泣，然后虽然那时候 Birdy 他哭，然后给阿汉抱，但其实当下他已经做的一个决定，就是他要自保，他不想要当那个同样是在浴室戏里面偷看别人洗澡，然后差点被打的臭兽嘛。所以其实某个程度 Birdy 他的眼泪是在告别这个最后的拥抱的温存，而且其实他们在浴室很像是还在柜子里面，所以其实也没有出柜。所以至于阿汉，他还是只是呆呆的在问那种我们2个原来是相爱的那种感动的喜极而泣而哭。但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激发出后来那一场阿汉在家里面差点出柜戏的那个高潮。因为阿汉发现其实 Birdy 根本就是不敢出柜，才会又再度爆气。好的，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柯尼浴室戏的层次分析。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参考金马 YouTube 频道金马会客室刻在你心里有名字影片的42分钟10秒左右的地方，瞿佑宁导演跟文天祥老师也有解释这个部分哦。最后想跟大家聊的是呢，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浴室戏之所以我觉得它在于在华语电影史上的意义是还蛮高的，因为在柯尼之前呢，可能21世纪我们所看过的华语电影里面呢，这本层次丰富的情欲戏的真的不多。我现在想一下，大概就是《色戒》《川流之岛》跟《醉生梦死》了吧。尤其像是柯尼《色戒》跟《川流之岛》这种用床戏吵架，不是用嘴巴吵架的感情的对峙戏，他们在身心灵上面都对着干，然后相爱相杀那种戏，不觉得这种戏嘛，很能让我们在感觉到说原来茫茫人海里面人活着是有可能2个人之间不用任何的语言沟通，但是光是靠身体的互动跟表情互动就能达到身心灵都相通而且相连的电光石火瞬间吗？好，但是我承认其实柯尼我最爱的还是出柜戏啦，不是浴室戏。而且生完小孩之后，我发现我脑力变得很差，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很厉害的华语电影的床戏，欢迎留言告诉我在下面。想要看七月说这些电影情绪戏分析的话，也欢迎敲碗。但是如果不够精彩的床戏的话，我想我应该不会很想做啦。好，记得接下来订阅、分享小铃铛，我们都需要你的关爱支持。然后更按下去，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兔年行大运，祝大家接下来1年都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活着，好好的活着。我们2021后会有期，有想要看什么样的戏剧，欢迎在留下留言什么的，跟大家一起聊。还有记得订阅、分享小铃铛，按下去支持趣趣聊影剧哦，谢谢。